上海文化界的救亡集会，当时民情和舆论一致主张抗日，要对日本决一死战。所有报纸都同样主张要强硬对付。其他出版物如《抗日必胜论》等小册子，销数竟达数万册。表面的情况是如此，而当政的人都知道，日本间谍已经渗透了全国上下，等于一个梨子已经从核心里腐烂开来，所以主张不到最后关头不做最后牺牲。在时局最紧张时，国民政府百般委曲求全，如代表国民党的《民国日报》登载了一段提及日本皇室的新闻，日本军部就认为是侮辱元首，要求停版，政府竟然立刻应允。市政府在南京陆大路商场设立了一个新闻检查处，处长为陈克诚，日本人又要求撤换，市府也马上答应。原来其中潜伏着一个叫黄香谷的人，也是日本人的间谍。在这般情况之下，政府方面对日本人任何要求都唯唯答应。大家以为战事可能打不起来，所以从闸北逃到租界的人虽成千上万，但是因此时的局势时紧时迟，有好多人又搬回了闸北。国军开到惊喜交集，当时上海市政府在市中心区，无数市民散居租界周围的闸北、南市、沪西和浦东，以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。所谓公共租界，是英、美、日三国全都有份的。英美两国为了避免纠葛，将虹口区划作日本人的防区。我住在英租界的中心区，所以即使战事发生，我的住处当时还不会被波及。在813前半个月，报纸的记载虽有山雨欲来之势，但是天天情况不同，今天说非战不可，明天又说可以妥协，究竟是战是和，任何人都断不定。要是战事爆发的话，一定在虹口区与闸北区互相对峙。我虽安居在英租界中心，但因上海国医工会办了一座中国医学院，占地5亩，自建大厦7座，是在闸北宝通路。这个建筑物虽说是工会所办，但是建筑的全部费用5万元，是由我和丁仲英老师2人签发债券负责借、负责还的。当时的5万元，实际币值比现在港币100万元还大。我负上了这个债务的责任，又担当了总务主任的名义，所以每天清晨7时，一定要坐汽车到学院中去处理一切。此时学院的师生已逃避一空，但是如何善后，如何看管，着实要费些脑筋。8月11日，正在风声鹤唳的紧张情况之中，我一清早就赶到闸北，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。本来128之后的条约规定，上海不得驻扎军队，此时竟然有国军开道，这说明国民政府已开始抗战的布置。闸北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况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，惧的是祸及己身。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的由闸北逃入租界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，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，车辆简直无路可走。我心想，今天该是到了最后的关头，无论如何要到中国医学院去处理一下。我知道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宝通路，但是此时国军已架设铁丝网，只准人出，不准人入。我心生一计，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，装满了一汽车，开到闸口，对防守的国军说，我是来慰劳的。防军便把闸口开放，让我进去，西瓜搬下车了，防军拍手欢迎。接着
我就一直开到中国医学院。此时院门大开，2个校医正在打包袱，准备离去。我说：“慢，慢！这次战事一开，这所学校一定会被炸为平地，你们也不必看守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等我做好了，我带你们同坐汽车离开。”于是，我坐在校务室，想了很久，就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给军事当局的，说中国医学院全部新建，内有学生寄宿用的铁床400多张，希望国军接收作为伤兵医院，同时把宿舍所有的钥匙贴上了房间号码，也准备一并交给他们。于是我将大门锁上，带了信和钥匙，交给一位军人，要求他转送司令部。离去之前，我在学院中巡视1周，不胜一一，因为这所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和丁仲英老师的心血所系。这所学院地近八字桥，后来在战事最剧时，我认为一定已被炸为平地，哪知道它始终未受炮火损坏。国军退出之后，日本军人把这个处所改为中影制片厂，在广场上搭了4个摄影棚，拨交影业巨头张善坤使用。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央制片厂，上海解放后又改称上海第一制片厂，据说现在还是片厂。